各位观众老爷，大家好！今天是北京时间的2023年1月1日元旦节啊，那祝大家新年快乐啊，突飞猛进，突然暴富啊！那么在这里呢，由于美股啊今天是周日，也是元旦啊，所以呢美股不开盘，那么比特币目前也处在一个非常新店的走势当中啊，正在一个震荡的行情，虽然处在下跌趋势，但是正在不断的震荡啊。这个涨跌幅度非常小，所以呢，在这里我把我的 K 线修战法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要了解 K 线修战法呢，你必须知道 K 线的起源是在哪儿。那么在18世纪呢，有个人叫本间宗久，这个人出生的地点呢是日本上川河口九田乡出羽地区啊，他本人呢是一个粮食商人啊。在他出生的那个年代啊，他是炒作粮食的啊，然后他写了2本书，一本呢叫《本间宗久翁秘录》啊，那另一本呢叫《三元金泉录》啊，这2本书后人总结出了78条战法，然后称为九田战法。那九田战法是一个地名啊，是在日本上川河口九田地区啊，它是一个地名。然后呢，这本书称我们当前称呼的 K 线为卦线。那这个卦呢，是上面一个4字头，底下是一个八的卦的卦。那上世纪啊，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啊，这本书呢传到了美国啊，由于音译错误，把这个卦线呢称为了 K 线，所以呢 K 线的根儿呢是在八卦的卦线上。啊，是在卦线上啊，因为九田战法和这个本间宗久翁啊，他就称为这个是卦线。他的78条战法呢，都想往我们八卦上靠啊。但是我看了这本书啊，很多人也会看这个九田战法这本书，这78条战法呢，完全是这个本间宗久翁先生啊对 K 线的理解，并没有把八卦引入到 K 线这本书里面。啊，那我的这个 K 线修战法有3部分啊，其中第3部分啊，就是八卦战法这部分啊，写了64卦啊和 K 线的关系，并且呢以比特币为案例啊，把这个比特币和八卦的关系啊写了出来。啊，由于八卦这个东西呢难度非常大啊，因为它是一个图形化处理万事万物的一个东西，所以呢，为了大家好理解啊，我这本书里面还写了前2部分啊，简单的部分啊，这2部分呢，其中第1部分啊叫西游战法。那西游战法呢，我援引《西游记》的4个人物啊，就是悟空、八戒、沙僧、唐僧，把这个 K 线呢简单化、理想化啊，便于分析啊，便于处理 K 线当中的复杂现象啊，最终呢写了这一部分啊，叫西游战法。那么第2部分呢是4象战法，我们都知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4象，4象生八卦嘛。那么4象战法呢，就是让大家非常能够清楚自己在行情当中所处的位置，以及行情当中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形态啊。那么我们知道啊，艾略特啊，他有这个波浪理论。那波浪理论大家最简单的了解呢，就是5浪上涨，3浪下跌，对吧 ？ABC 浪下跌，5浪上涨啊。这样呢，他通过这个波浪理论呢，把这个 K 线啊构成了一个1维世界的观点。因为我们知道波浪理论里面啊，这几个浪都是每个浪都是一条线 ，A 点到 B 点构成一条线，这就是一个浪。那么整体来说呢，它是一个1维的思维。那我的4象战法呢，就是让大家对这个 K 线有一个2维的平面的思维。2维的思维呢，会碾压这个波浪理论的1维的思维，会把大家分析 K 线啊提升一个维度啊。为什么说提升维度之后，我们能更好的了解 K 线呢？啊，因为我们每一浪啊，艾略特波浪理论里面的每一浪，可能都包含子浪啊。也就是说，你不确定你是在一浪里面还是一浪的子浪里面啊，未来的上涨
啊，永远都不确定。但是在平面当中啊，我们把这个图里面画出了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一个这个笛卡尔坐标系之后啊，你就能非常固定的确定自己在哪一象限哪一个位置啊，这样呢你能找到当前价格的位置，你自己仓位所在的位置，那最后呢形成一个二维的思维二维思维升维之后你自然比较容易在行情当中赚到钱。那么我们通过真实的 K 线去先了解一下我们西游战法。那西游战法，我们回到西游战法呢，西游战法呢就是把 K 线简单化、理想化成4个人物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有生老病死，对吧？这个时间上每一年比如说现在是元旦我们都有春夏秋冬4个节气。那万事万物很多都有4这个神奇数字作为规律。比如说我们这个物体就包括固态、液态然后还有气态。那么还有一种状态呢这个科学家现在正在研究这个更神奇的一个状态就叫电离态所以呢，物体本身有4个状态。那么我们身处的这个位置上有东南西北4个方向有春夏秋冬4个节气。所以呢，我原野《西游记》里面悟空、八戒、沙僧、唐僧把这个 K 线系统呢分成4种状态然后我们结合一下这个真实的 K 线去看一下，大家就比较好理解。我们随便打开一个 K 线这个是 DYDX 也是去中心化交易所合约的一个代币这个 DYDX 今天登上了这个 iCoin 的热搜然后我们以 DYDX 为例解读一下这个我们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第一部分，西游战法当中的几个人物。首先呢，我们要说的是一个悟空 K 线。那么什么是悟空 K 线呢？什么是悟空阳线呢？首先我们看震荡过程当中首先出现了一个突然的阳线，那这根阳线呢叫悟空阳线。我们看到这根阳线呢走势非常特别，它是在震荡过程当中之后一个下跌，然后突然的一根阳线。我们知道悟空呢是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之后然后突然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悟空是这个状态。那么所以呢，我们把突然的一根阳线叫做悟空阳线。那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顺势为多头方向就会有八戒阳线然后我们看到了第2根八戒阳线。那八戒阳线后面还有一根阴线呢，我们认为这根阴线呢干扰了我们对多头方向的一个判断八戒阳线后面的这根阴线呢，我们管它叫做妖怪 K 线。那妖怪 K 线呢干扰了我们对多头趋势的判断但是妖怪最终可能会被杀死在妖怪被杀死之后，行情当中来到了一个沙僧阳线。所以呢，通过这种分析方式，我们可以看到日线级别出现悟空阳线了，出现八戒阳线组了，出现沙僧阳线了，最终呢走出一个唐僧阳线。这样呢就构成了日线级别的一个上涨西游我们管这波行情呢叫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同时呢，下跌趋势当中我们也可以这样的划分。首先呢上涨趋势结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下跌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阴线。那这根阴线呢，我们管它叫悟空阴线。那么后面这根阴线呢和悟空阴线关联性非常强，我们把它俩作为悟空阴线组。第一根阴线呢叫悟空阴线，那第2根阴线呢叫悟空阴线遇到的妖怪这2根阴线呢就构成了一个悟空阴线组这是通过合并 K 线构成了一个悟空阴线组。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走八戒阴线，八戒阴线相对独立一根就结束了，然后是沙僧阴线。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沙僧阴线后面还有一根阳线，所以呢沙僧阴线也遇到了一个妖怪，但最终呢出现了一个唐僧阴线。这样呢我们可以看到
这轮行情是由一组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和日线级别下跌吸油构成的。那通过这样的判断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简单、非常利索的、非常清楚的知道当前的 K 线语言正在表述什么。正在表述什么？那么很多人呢会认为均线系统是比较好的一个分析的方法，但我要说的是均线系统虽然好，但它是非常滞后的。无论你观察哪个时间级别的均线，它都没有 K 线系统来得快那这样呢，我们就在行情当中可以简单的把这一组 K 线构成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和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行情切换到美股呢，任何 K 线呢都是非常类似的。在美股的运行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比如说美股之前的这轮反弹，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那么在底部位置出现阳线之后特别是在下跌通道这个尽头这个位置上出现阳线之后，我们就可以把第一根阳线当做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第二根阳线呢和第一根阳线相互关系非常大，我们管它叫妖怪 K 线干扰了我们对上涨的一个判断但是这两根阳线呢互相有重叠就可以看成一个悟空阳线组。那么再往上呢就是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这样的话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那么我们知道如果出现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的话，容易出现什么呢？容易出现一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调整。所以呢，这一轮对于美股行情，我一直认为它可能会走一个什么呢？走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正在走这个日线级别的下跌。同时呢，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预期首先呢，要看12月15日这根阴线是悟空阴线后面是八戒阴线组。那么接下来的走势当中，可能就会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就可能会有这样的日线级别的下跌那么我们再回到之前的行情当中，我们看之前的下跌的过程，它走的就是非常标准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是在这个位置上。首先呢，8月22日这周是悟空阴线，然后是八戒阴线组。我们可以看到八戒阴线后面跟了两个妖怪 K 线，这两个妖怪 K 线呢都从属于八戒阴线的实体部分。那么再往下走呢，就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非常完美的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那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我们认为它可能会发生反弹，最终呢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对称性的上涨。所以呢，行情当中很多的这种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这种现象的发生我们也可以看一个叫 Waves 这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代币在 Waves 的行情当中，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它的之前的一波熊市当中的在2到4月份的这轮上涨，这波上涨呢就是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首先呢，我们在这个位置上看到了一组悟空阳线脱离了下跌趋势，然后出现一个悟空阳线。也可以单独看这一根是悟空阳线，或者看这一组是悟空阳线组。悟空阳线组走出来之后，走八戒阳线，走沙僧阳线组。我们看到沙僧阳线后面也有干扰性 K 线，最终呢走出唐僧阳线，完成了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吸油。当时我判断熊市当中走周线级别上涨吸油它的结构呢已经走到尽头。为什么说呢因为熊市当中的周线级别上涨往往是要割韭菜的。然后我们在这个3月份左右开始做空然后做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除了 Waves 这种我们之前历史的一个代币之外，我们也可以看最新的PI。在这个代币当中我们看到要把它调到小日线级别，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小日线级别的上涨过程，同样完美的诠释了 K 线吸油战法当中的小日线级别的上涨。
这里面啊，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之后，走八阶阳线，走沙僧阳线，最终见顶的时候啊，它是一个快速拉升，拉升的时间级别呢是小日线级别，所以呢，它是一个小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欧啊。那通过这几个简单的案例呢，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 K 线当中就有这种西游战法的一些很好的东西在里面啊，它内嵌到了 K 线系统当中，往往很多情况下就符合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第一部分西游战法那么好，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同时呢，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一键3连，感谢大家。